甘油三酯的大家族被发现，提醒大家这四物尽量少吃，年纪大了更要忍住不吃。在探讨健康与营养的领域中，甘油三酯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它们在人体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既是能量的储备库，也是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随着年龄的增长，甘油三酯水平的管理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它们与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密切相关。在本期影片中，我们将深入探讨甘油三酯对人体的作用，揭示那些可能被我们忽视的对甘油三酯水平有重大影响的食物，以及如何通过饮食调整来降低甘油三酯，保持健康。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揭开甘油三酯的神秘面纱，了解哪些食物应该避免，哪些食物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健康的甘油三酯水平。一、甘油三酯是什么？对人体有什么作用呢？甘油三酯是人体血脂中的一种重要成分，它在为身体细胞提供能量和保护内脏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甘油三酯水平并非越高越好，当其数值升高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像胆固醇水平升高一样，增加血管硬化的风险，进而可能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因此，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需要密切关注甘油三酯的数值。如果在体检中发现甘油三酯水平偏高，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并积极的与医生合作进行治疗。甘油三酯的主要功能包括：一、能量储存。甘油三酯是人体储存能量的主要形式之一，它们以脂肪细胞的形式储存在体内，当身体需要额外的能量时，这些甘油三酯可以被分解成脂肪酸和甘油，然后被运输到各个细胞中作为能量使用。这种能量储存机制对于在食物短缺或长时间运动时维持身体功能至关重要。二、能量供应。在食物摄入不足或者长时间运动后，身体会动用储存的甘油三酯来提供必要的能量。这一过程通过激素敏感性脂肪酶的作用，将甘油三酯分解成游离脂肪酸和甘油。这些分解产物随后进入血液循环，供身体各部位使用。三、保护内脏。甘油三酯在脂肪组织中的储存还有助于保护内脏器官。脂肪组织围绕内脏器官形成一层保护垫，可以减轻外部冲击对内脏的损伤，起到缓冲和保护的作用。四、维持体温。脂肪组织中的甘油三酯有助于维持体温。由于脂肪是不良导热体，它们在皮下形成一层隔热层，减少体热的散失，帮助身体保持恒定的体温，尤其在寒冷环境中更为重要。五、激素合成。甘油三酯不仅是能量的储存形式，它们还是合成某些激素的前体物质，例如，它们参与了性激素的合成过程。这些激素对于生殖健康和性功能至关重要。甘油三酯水平的升高通常与多种健康问题相关，包括心血管疾病、胰岛素抵抗、糖尿病和肥胖等。因此，维持正常的甘油三酯水平对于健康至关重要。通过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和适当的体重控制，可以帮助调节甘油三酯水平，降低相关健康风险。维持正常的甘油三酯水平对于预防和管理这些慢性疾病具有重要意义。二、甘油三酯的大家族被发现，医生提醒，年纪大了，这四物尽量忍住不吃。一、含酒精的食物。酒精对肝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会增加肝脏的负担，还会干扰正常的脂肪代谢过程。当肝脏代谢酒精时，它会优先将酒精转化为脂肪，其中大部分是甘油三酯。此外，过量饮酒还会抑制体内脂肪的代谢，导致甘油三酯在体内堆积。长期大量饮酒不仅可能导致脂肪肝，还可能显著增加血液中甘油三酯的含量。因此，建议限制酒精摄入，尤其是对于甘油三酯水平已经偏高的人群，最好完全避免饮酒。可以选择非酒精饮料，如水、茶或无糖饮料，以减少酒精对身体的负面影响。二、咸鸭蛋。咸鸭蛋因其独特的风味而受到许多人的喜爱，但它们含有高胆固醇和高钠成分，这对心血管健康是不利的。高胆固醇食物可能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而高钠食物则可能导致血压升高，增加心脏负担。
对于甘油三酯水平偏高的人群来说，咸鸭蛋的摄入应该受到限制，可以选择低钠、低胆固醇的食物，如新鲜蔬菜、水果和瘦肉，以减少对心血管系统的不良影响。3. 鸡皮。鸡皮中含有较高的脂肪，尤其是经过油炸后，脂肪含量会进一步增加。经常食用油炸鸡皮会导致脂肪在体内堆积，不仅容易引起肥胖，还可能导致血液浓度超标，增加血管堵塞的风险，使得甘油三酯水平难以降低。因此，建议减少油炸鸡皮的摄入，选择去皮鸡肉或其他低脂肪的肉类，以减少脂肪的摄入。同时，可以通过蒸、煮或烤等烹饪方式来准备肉类，以减少油脂的使用。4. 红烧肉。红烧肉因其丰富的口感和诱人的味道而广受欢迎，但这种烹饪方式往往伴随着高油脂、高热量和高盐分的摄入。红烧肉通常使用五花肉制作，并在烹饪过程中加入大量的油、盐、糖和调味品，这使得其油脂和热量含量超标。因此，红烧肉也是甘油三酯的大家族成员之一。为了健康，建议减少红烧肉的摄入，选择更健康的烹饪方式，如蒸、煮或小炒，以减少油脂和热量的摄入。同时，可以通过增加蔬菜和瘦肉的比例，减少肥肉的摄入，以保持饮食的均衡和健康。通过这些详细的分析和建议，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如何通过饮食控制来管理甘油三酯水平，从而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重要的是要采取综合措施，包括健康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以维护心血管健康。3. 哪些食物可以帮助降低甘油三酯呢？ 1. 适当增加粗杂粮主食。粗杂粮主食如燕麦、糙米、玉米、红薯等，含有丰富的粗纤维和微量元素，这些成分对于促进新陈代谢和肠胃蠕动非常有益。粗纤维可以提高脂肪代谢率，帮助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此外，粗杂粮中的氨基酸和其他营养成分对于维持人体正常功能至关重要，因此建议在日常饮食中适量增加粗杂粮的摄入，替代部分精细粮主食，以改善血脂水平。2. 多吃新鲜蔬菜、水果。新鲜蔬菜和水果中的纤维素对于降低甘油三酯具有重要作用。纤维素可以减少肠道对脂肪因子的重吸收，促进体内废料和油脂的排出。蔬果中的纤维素酶通过吸水膨胀，减少甘油三酯的水解，从而阻止其进入血液。同时，应季的蔬菜水果富含多种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E， 它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可以加速脂肪的溶解。长期摄入富含维生素 E 的蔬菜水果，可以帮助机体溶解脂肪，辅助降低甘油三酯水平。3. 常喝一杯淡茶水。对于甘油三酯偏高的人群，除了限制酒精摄入外，还应减少碳酸饮料和含糖饮料的摄入，即使是人工代糖饮料也应适量控制。白开水是最佳的饮品选择，每天应保证摄入足够的水分，大约1500毫升。如果想要变换口味，可以选择喝一杯纯黑咖啡或2杯温热的淡茶水。这些饮品不仅可以增加水的味道，还能帮助保持体内充足的水分，稀释血液，减少脂肪堆积，对于降低甘油三酯水平非常有帮助。综上所述，通过增加粗杂粮主食、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适量饮用淡茶水等措施，可以有效降低甘油三酯水平。这些食物和饮品不仅有助于改善血脂水平，还能提供丰富的营养，促进身体健康。在日常饮食中，应注重食物的多样性和均衡性，以维持良好的心血管健康。